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从古偶甜妹到现实题材，白鹿北上转型能否成功？白鹿，1994年9月23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，中国内地女演员、模特，国家3级演员。古偶甜妹的标签，清新甜美，却难突破。2019年1月，于许凯主演的古装仙侠剧《招摇》播出，饰演让3界都闻风丧胆的女魔头陆招摇。该剧开播即取得收视第1的成绩。2019年8月，出演的电视剧《烈火军校》开播，在剧中饰演女扮男装、替兄从军的正义少女谢湘。凭借该角色获得2020年爱奇艺尖叫之夜的年度戏剧人气女艺人奖。之后，凭借周生如故、一生一世等古偶剧中的清新甜美形象，迅速成为观众心中的古装女神。她饰演的时宜、童年等角色，或温婉动人，或俏皮可爱，圈粉无数。然而，随着古偶市场的饱和，观众对单一角色的审美疲劳也逐渐显现，白鹿的戏路似乎被定格在了甜妹的框架中，难以突破。从甜美到邋遢，形象颠覆引争议。北上改编自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，讲述了几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年轻人在北京追寻梦想的故事。剧集聚焦北漂群体的生存状态，真实展现了他们的迷茫、挣扎与奋斗。作为一部现实题材剧，北上对演员的演技要求极高，需要演员深入生活，真实还原角色的情感与状态。这次，白鹿大胆挑战现实题材剧北上，饰演一位17岁的北漂少女夏荷。剧中，她一改往日精致形象，素颜出镜，衣着朴素，甚至有些邋遢。这种颠覆性的形象转变，让不少观众直呼认不出。然而，形象的变化只是表象，真正的挑战在于角色内核的塑造。白鹿饰演的女主角夏凤华，从假小子蜕变成都市丽人，需要极高的戏剧张力和对角色的理解和掌控。按道理很有挑战，但没想到不如预期。饰演17岁少女，面临演技与年龄的双重考验。白鹿饰演的夏荷是一个怀揣梦想却屡遭打击的北漂少女，她性格倔强，却又脆弱敏感，是一个极具层次感的角色。然而，30岁的白鹿出演17岁少女，本身就存在年龄差距的挑战。尽管她在形象上尽力贴近角色，但眼神中的成熟感却难以掩盖，被网友吐槽辣眼睛，演技差距明显，转型之路艰难。与同剧组的实力派演员相比，白鹿的演技显得稍显稚嫩，撑不起年代感的厚重。尤其是在情感爆发戏份中，她的表演缺乏层次感，难以让观众产生共鸣。相比之下，剧中其他演员的表现则更加自然流畅，演技差距显而易见。从古偶甜妹到现实题材，白鹿的转型之路并不顺利。尽管她在形象上做出了巨大突破，但演技上的不足却让她难以驾驭复杂的角色。30岁的年纪出演17岁少女，更是让她的表演显得力不从心。转型并非一蹴而就，白鹿仍需在演技上不断打磨，才能真正摆脱甜妹标签，成为一名实力派演员。你觉得白鹿在北上中的表现如何？她的转型成功了吗？2. 北上单日播放破亿，马思义跳河戏成年度催泪王的幕后真相。2025年3月15日，央视电视剧频道发布的收视数据显示，北上第18集马思义跳河单日播放量突破 1.2亿次，弹幕量超过500万条。这场戏的爆发并非偶然，它精准击中了当代观众的情感命脉。在抖音平台，马思义跳河话题播放量48小时内突破8亿次，
网友自发剪辑的运河女儿的1月2创视频，最高点赞量达320万。这场戏的成功，正是北上创作团队对情感爆破公式的完美实践，悬念场景叠加文化共鸣，再结合技术创新，最终成就现象级传播。导演姚晓峰在跳河戏中设计了3个层次的视觉语言。1. 长镜头追魂，长达2分17秒的跟拍镜头，从花街青石板路延伸至运河码头。马思义赤脚奔跑时，镜头始终以45度仰角捕捉他脖颈抱起的青筋和风中凌乱的发丝。这种带有呼吸感的运镜方式，让观众仿佛成了追在他身后的邻居。2. 水波蒙太奇，当人物跃入河中的瞬间，画面突然插入1901年意大利探险家拍摄的运河黑白影像，古今涟漪在慢镜头中重叠。这种时空折叠手法，暗合原著中运河是流动的史书的隐喻。3. 生肖炼金术，混血少女坠河时，背景音从昆曲《牡丹亭》唱段渐变为运河货轮的汽笛声，最后定格在岸边柳枝折断的脆响。这种声音叙事将文化符号转化为情感触发器。这场戏的催泪核心在于00后演员李婉达贡献的教科书级表演。得知生母病危却无法相认时，他蹲在腌菜缸前削萝卜，眼泪无声砸在刀刃上。道具组特意在刀面涂抹反光涂料，让泪滴在特写镜头中形成十字星芒。跃入运河前回望养母的瞬间，左眼落泪右眼含泪的阴阳哭法，被中戏教授评价为新生代演员极少掌握的情感控制技术。水下镜头中漂浮的发丝间，一滴泪珠在运河暗流中划出抛物线，与游过的银鱼形成视觉呼应。这种人和共生的意象，让豆瓣网友直呼哭到需要吸氧。这场戏引爆的深层原因，在于它激活了3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。跳河戏取景的昆山周庄石景赋刻了90年代运河码头的木桩、铁锚和青苔。有观众留言，看到马思义抓着的锈蚀铁链，瞬间想起父亲船上的缆绳。马思义书包里飘出的周杰伦磁带，手腕上的彩色皮筋，与2003年非典时期运河少年跳桥救狗的新闻事件形成记忆重叠。知乎热评：这不是演戏，是我们的青春标本。混血少女的身份困惑，暗合 Z 世代对多元文化认同的焦虑。微博话题：运河能接住所有眼泪下，留学生集体刷屏，我们都是文化混血儿。剧组在服化道中埋设的文化密码值得细品。马思义的蓝印花布衬衫纹样源自扬州非遗24孝图，袖口磨损处露出内衬的意大利蕾丝，暗示中西文化碰撞。飘走的绣花鞋上绣着并蒂莲，被捞起时已变成残荷，对应运河文化从鼎盛到衰落的隐喻。剧组透露，这个镜头 NG 了27次才捕捉到最佳形态。跳河时恰逢运河活水期，水流速度控制在 1.2米每秒，既保证安全，又能呈现发丝如水草般舞动的美感。中国影视技术学报将这段戏评为2025年度最佳水体特效。北上团队的宣发策略形成完整闭环。播出前3天释放跳河戏拍摄花絮，重点突出李婉达零下5度反复跳河的敬业细节，在影视垂泪账号完成首轮发酵。第4天发起运河边的勇敢瞬间话题，吸引消防员、支教老师等群体分享真实故事，将剧情升华为社会议题。2周后，联合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推出马思义同款绣花鞋数字藏品，实现流量价值的长效转化。这场跳河戏的成功印证了优质内容的黄金定律：当技术精度、情感浓度与文化厚度形成稳固三角时，爆款必然诞生。
正如剧中马思义最终在运河非遗中找到归属，北上也在这场戏中完成了对流量时代的回答。真正的好故事应该像运河一样，既能承载历史记忆的厚重，又能激荡时代情绪的浪花。